依家係咪時候買入阿里巴巴嘅股票呢？阿里最近公布完季績之後就飆升咗接近12%，咁反映住阿里嘅股票係有買盤追捧。雖然係咁，如果我哋係回顧翻早前嘅高位，股價啦依然係錄得接近6至到7成嘅跌幅。咁就因為啦，我自己都有持有阿里巴巴嘅股票，而喺過去嘅影片都有同大家分析佢嘅業績。咁所以今日就想繼續同大家去到 update 下佢最新嘅表現，同埋分享我對佢最新嘅睇法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Graham，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，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。咁相信唔少嘅觀眾啦，都可能已經係放棄咗阿里巴巴呢一隻股票。而的確，無論係阿里，抑或係其他中概股過去嘅表現啦，都相當令投資者失望。咁雖然係咁，唔好唔記得阿里依然啦係中國其中最大嘅企業，而且啦阿里都係港股嘅大藍籌啊。咁所以對於港股啦，依然係有好大嘅影響力。而除咗對港股嘅重要性，咁就因為全中國嘅人都基本上啊係會用到阿里嘅平台或者服務啊。咁所以阿里嘅業績表現啊，亦某程度可以反映住中國當前嘅經濟狀況。咁所以就算係冇持有阿里嘅投資者，佢嘅業績啦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嘅。而睇翻阿里巴巴嘅業績，基本上啦頭三大主要嘅業務嘅增長幅度啦都係好一般。咁佢嘅中國零售啦同埋海外電商嘅業務，比起上年第一季就只有分別8% 同埋7% 嘅升幅。而至於最受投資者憧憬嘅阿里雲，都只有低雙位數字百分比嘅增長嘅啫。好，咁我哋再深入分析呢3個主要業務嘅細節先。咁首先我哋可以睇下中國零售嘅業務，亦都係阿里核心嘅收入來源。咁其中淘寶啦同埋天貓嘅電商平台嘅收入只係持平嘅啫，咁就比起上年同期，基本上啦係冇任何嘅增長嘅。而今次帶動中國零售嘅增長，主要啦係嚟自近期收購嘅超市連鎖店啊，高鑫零售同埋旗下自家品牌天貓超市嘅實體店，咁就比起上季啦係有14% 嘅升幅嘅。不過就因為增長嘅業務都係嚟自低利潤嘅生意啦，咁所以就算中國零售整體嚟講嘅收入都有8% 嘅增長都好，咁經調整嘅盈利啦都係倒退咗嘅。咁雖然呢一次中國零售業務嘅低增長啦，都可以係賴落疫情同埋封城嘅政策。不過阿里嘅國際電商平台同樣係錄得低增長嘅情況，都令投資者係有啲意外㗎。咁管理層就解釋咗幾個原因嘅。咁第一點啊，就係講到土耳其嘅貨幣貶值，咁都令到公司旗下嘅土耳其電商平台收入減少啊。咁第二個原因啦，就係講到歐盟嘅增值稅務嘅機制啦係有變化，咁都係減低咗公司嘅收入㗎。咁第三個原因啦，就係講到俄烏戰爭令到呢個供應鏈啦同埋物流運輸都係出現問題啊，咁都係引致到國際嘅電商業務嘅增長啦係有放緩嘅跡象㗎。而因為阿里啦近期亦都有喺土耳其去到開拓其他嘅新業務。咁令到國際嘅電商業務經調整嘅盈利啦，係同樣出現倒退嘅情況。咁最後啦，再分析埋阿里雲業務嘅細節先。咁雖然上季啦，就因為失去咗字節跳動呢一個大客，而令到收入有一次性嘅影響啊。咁不過根據翻今次嘅業績數據，阿里雲嘅收入增長速度啦，依然係冇明顯嘅改善。咁就比起上年同期啦，就只有12% 嘅升幅嘅啫。咁不過從好嘅一面去睇啦，咁阿里雲咧，其實喺創立13年咧，就首次實現呢個年度嘅盈利啊，由上年22.51億嘅虧損轉化成今年度11.6億嘅收益啊。咁雖然阿里雲啦係第一年實現正收益㗎，咁不過今季度嘅收入增速啦就創咗13年嘅新低。而相比起國際嘅雲端平台，例如係亞馬遜雲同埋微軟雲，今季有成30至到40% 嘅增長，咁阿里雲嘅增長嘅幅度啦，的確咧係爭一大截嘅。管理層就解釋話，收入增長放慢啦，主要係繼續受到內地嘅疫情影響。
中國整體嘅經濟放慢同埋互聯網客戶需求疲弱等等嘅。而隨住內地疫情嘅改善，再加上政府係加大力度去支持翻當地嘅經濟增長，希望阿里雲之後嘅增長啦會係有改善。咁整體嚟講啦，雖然阿里總收入啦就比起上年同期咧係有9% 嘅升幅，咁但係經調整嘅利潤啦就比起上年頭3個月咧就跌咗成30%，而上年整個年度嘅收益亦係跌咗23%嘅。咁雖然阿里啦就比起上年係賺少咗錢嘅，咁不過反而喺業績公佈完之後啦係有爆升嘅情況。而其中主要嘅原因啦，可能係因為投資者係預期緊佢嘅業績表現啦係會更加之差嘅，咁都令到股價啦係過分被低估嘅。咁所以當公佈嘅數據係冇市場預期中咁弱嘅時候，股價啦就出現大幅嘅反彈啦。而雖然係賺少咗錢，投放咗大量資金喺新發展嘅業務，同埋喺過去啦都有不斷回購公司嘅股份啊。咁不過過去1年啦都係錄得1000億嘅淨現金流，而且現金嘅儲備啦都依然係非常之充足啊。咁亦反映住阿里巴巴嘅實力，其實比起好多嘅其他科技股都係好嘅。咁最近啦，我哋亦見到中央政府嘅政策係有明顯嘅轉向。由以往監管整頓唔同嘅行業，已經改為穩經濟作為主要嘅大方針。咁就例如最近中央政治局啦，就強調係要促進同埋支持科技平台經濟健康嘅發展，意味住對科技嘅企業嘅監管政策可能會係進一步鬆綁嘅。當然呢一個消息對於阿里同埋整個中資嘅科技板塊會有一定嘅支持。除此之外，上星期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嘅穩經濟大盤大會，亦強調啦，要係穩增長同埋保就業等等嘅措施，去到應對內地面臨經濟下行嘅壓力。咁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，往年高度監管同埋整頓嘅風氣啦，將會係告一段落。而政府甚至可能要係倒翻轉，借助科技企業去到帶動翻內地經濟嘅頹勢。咁所以我認為，就算之後仲有監管政策出台都好啦，都會比之前冇咁頻密同埋嚴謹嘅。不過阿里依家當然啦，仲係面對緊好多唔明朗嘅因素。咁就例如係疫情同埋封城嘅政策，已經係對內地嘅經濟造成好大嘅打擊。咁對阿里啦喺內地嘅業務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嘅。咁所以我哋可以預期嚟緊第二季嘅業績好有可能會係更加之差。而管理層亦冇喺呢一次嘅投資者會議去到提供下年嘅收入指引，而呢一個舉動可以間接話俾我哋知，嚟緊嘅業績表現啦都唔會係好得去邊啊。不過總括嚟講，阿里巴巴啦似乎已經係捱過咗過去幾年監管風波嘅局面啊。不過要恢復之前嘅增長啦，仲有好漫長嘅路要行。除咗內地現時經濟下行嘅壓力影響住阿里本地嘅業務，以至係外來嘅因素，包括係俄烏戰爭影響住供應鏈同埋物流運輸嘅問題，都會係影響住公司嘅復甦進度。而雖然我相信阿里最差嘅情況已經係告一段落，不過考慮到近期環球股市大跌，都出現咗好多其他嘅投資機會，而就因為咁，我暫時啦只會係繼續持有住現有嘅阿里巴巴股票嘅啫，唔會喺呢一啲位置再增持啦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，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。好，今集時間差唔多啦，下集繼續和你賺。